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电影人王一博相由心生，官绝全场。最近新加坡巴莎这么介绍王一博，翻译成汉语是成功的中国多栖艺人 Multi-hyphenate， 配合王一博 ins 介绍，电影登堂入室的他已转型成功。无名上映前程耳夸他实现了作为优秀电影演员的转型，不熟悉的人只当是商业互吹。电影上映后，王一博没给任何人污名化他演技的下戏。王西斯来节孝惊艳众生，人们始信程耳的确对得起这碗白米饭。王一博年少出道资历深，可专注影视发展不过4年多。4年通常是一个演员成长的起步期，不再青涩，但却远未趋于成熟。4年通常也是一个明星风头最近的流量红利极限。光晕散去，色厉内荏者终未强弩之末。王一博一如既往颠覆着通常。2023微博之夜，第18届、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，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，2023抖音电影奇遇夜，2023微博电影之夜，无名长空之王热烈大杀四方，王一博获电影人殊荣。2023世界影坛的东方亮色也离不开初露峥嵘的新生代。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，第41届乌拉圭国际电影节，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，有人还在为红毯刷脸争妍斗艳。长空之王已跃居 Movie Web 网站2023发布最佳国际电影榜首。王一博是突然成了电影香饽饽？不，时间知道从来都没有什么人生开挂，有的只是厚积薄发。顶级资源其实是免费的，他只会主动靠近能够匹配他的人。2023注定是王一博电影年。无名长空之王热烈上映定档的3部横跨文艺谍战、军事动作、青春励志，热度持续飙升外，更有维和防暴队枕戈待旦，人于蓄力中。已是95声电影，一番实际断层领先热烈一下更锦上添花。奋斗者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延迟满足。世人只见他当下电影做密集爆发，但谁看见那个在2021至2022电影市场最低迷谷底，义无反顾直拒逆行的孤勇者？始终将付出放在收益之前，积蓄足够力量才能轻松裂变。所谓厚积薄发，不过如此。大疫3年耗尽电影元气。2023春节档开门红，止跌企稳，院线市场迎来复活之春。票房排行榜头部，涛声依旧，泡沫也依旧，是无奈的必然。100亿票房俱乐部，有重大题材破冰，有史诗级场景，也充斥着廉价罐头笑声、加长版小品与剧本杀 Plus。当某些平庸座椅媚世流俗赚得盆满钵满，重振电影审美的无名成为刺破票房经济潜规则的袖剑。被排片遗忘的角落里，叶先生杀出了9.31亿的血路。被日漫、公路喜剧与美式英雄围攻的长空之王，冒着感官刺激主义与西方政治焦虑的炮火秀大国崛起的文化肌肉。082以边缘化排片冲击9亿高度。所谓大学之大，不在大楼在大师，而电影工业之重，亦不在票房在价值。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加剧，建构在西方人文基础上的电影美学，不仅在影像空间开始祛魅，也在文化空间祛魅。长久以来习惯奉进口大片为圭臬的观众，注定要文化觉醒。越来越多好莱坞电影票房腰斩乃至扑街，证明圈钱做和西方政治正确在国内失去生存空间。未来更有在场感的青春叙事与中国叙事，将承载起中国电影更大审美意蕴与内核。尽管行业有流弊，院线有顾及，观众有软肋，中国电影仍有巨大空间。
基于这个意义，重温民族记忆的无名与激荡家国情怀的长空之王才更有分量。他们没有为票房放弃文化思考，坚持电影的社会价值，即使因多元文化导致价值混乱与缺失，从而产生价值冲突的社会大众，把他们架上舆论冲突的修罗场。演员深耕的稳稳当当，作品绽放的轰轰烈烈，圈内觊觎的明明白白。作品接连趟过黑水的艰辛，逆袭的格局与风范，都成了演员王一博宝剑淬火的试炼。而第18届、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红毯秀，有王一博就同时拥有了国潮、兼容、混搭与破壁。年少有为的新晋电影人王一博，一身大气的新中式立领西装，高腰剪裁复古 look 简约不简单，暗纹刺绣，钻石胸针，细节满满又不失绅士质感。事实上，从逢乱必出的韩光君到志在草莽的千岁优，从木石之心的百里弘毅到青春热烈的陈硕，从黄埔名将蒋先云到西装暴徒叶密，从电竞王者季向空到长空之王雷雨，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角色建构，在演员认知上，王一博不断突破着舒适圈。王一博不善言辞，但能驾驭亦正亦邪角色跨度，甚至做到角色间并无明显碾压痕迹。程耳说，在他沉默的基础上可以叠加很多。人不能给予别人自己都没有的东西。悄悄努力惊艳众生的演员，这份不卑不亢、不骄不周、自有做人做事的中正之道，不仅是演员让观众爱上人物，也是各有千秋的人物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观众。所以王一博的庞大粉群又可细分为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品入坑的子集，以聚会友，以细吸粉，使得他的粉丝文化得以沉淀与升华，呈现流水不腐、互输不渡的健康状态。近年来，内娱影坛能驾驭宽广题材的新生代演员并不多见，而王一博是少有的形象、气质可塑性高的一员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尽管可驾驭面很广，但他没有形成明显的路数偏好，也即他并未因演技和经验的日臻成熟而变得表演模式化、程式化，有顶流命，没有顶流病。我的朋友张大磊导演也评价他专业却没有专业毛病。Oh ever youthful, oh ever weeping， 这就是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最近王一博比较出圈的事迹，一是采访时他说没有想要与粉丝做的事，路人不可思议与粉丝习以为常的差异萌；一是长空之王和热烈包揽北京国际电影节、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片，爆速怀朴的真性情 vs 登高一呼的影响力就很绝。路人发现以流量冠绝娱乐圈的明星居然不媚粉，而他和粉丝的关系竟然边界感十足，这感觉就像是在2023抖音电影奇遇夜视频下，一个路人诧异的发声：王一博这么帅的吗？自带声音的评论听上去就很有一种打破信息茧房的震撼。你若出现就是晴天，你若不出现就随你的便。和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，有些事情我自己说原本就登对。王一博 idol 出道却终究以 icon 立身，成为时尚国潮文化、奥运体育文化、街舞嘻哈文化代言人的酷盖，是超出大众对娱乐圈认知的存在。曾经，在国人对韩式审美的成见下，这个潮酷美少年被主流文化拒之门外，而他被逆学历教育的非典型成功，也被人利用中国式父母特质抨击污名化，背负着曲解、觊觎与污蔑一路走来，以致20岁年纪就亲笔写下刀锋般清醒锐利的无感。娱乐圈名利场与大染缸里，初心从来不值钱。可13岁就富见天涯的不羁少年，顶着非主流发色、烟熏眼妆和娇憨奶膘，攀过最高的山，趟过最深的水，吹过最寒的风，在讥讽、轻视与打压中见天地众生，
到头来却仍是圈子里最朴直的那一挂。当初失去舞台的武丹伯伯仿佛囧途羔羊，若不是天妈慧眼，今日内娱指不定会像当初错过 UNIQ 丹丹的韩娱，在85号绝尘而去的背影后顿足。而他沿着天天向上路，果然天天向上，不仅找回了舞台，且以内娱顶级舞丹之名势练出热烈。2023抖音电影《奇遇夜》，当主持人希望他为高考学子送祝福时，这个曾经被人用最深恶意伤害过的人，一个因为走了少有人走的路而成功的奋斗者，说出了全场最令人动容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努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一直努力就会成功是追梦人的呼神护卫，见证年纪轻轻就一头白发的男团成员如何用拖拉机干掉法拉利。是人中慕强，不服就用绝对实力碾压。2023微博电影之夜，电影人王一博不小心又双若灼杀疯了。抛开作品实打实耀眼不说，一套人间香奈儿雅，一套低胸丝巾战甲辣，一夜间全网遍地春心萌动嗷嗷嗷，引时尚博主尽折腰。内娱多少年没出过这种程度的男星时尚 look？ 是脸在江山在世娱乐圈公认色筹规则，尽管再迟言行凶也 hold 不住4年稳步上扬的顶流价值。何况他影视入伍娱圈当兵，应剧情需要不是在增肌就是在增肌的路上，欠浓转换间没少被嘲。说实在的，也就最近营销号才放弃 diss 他颜值。公众视野里的明星形象当然不100%保真，撇开传播扭曲效应，是人就有本我、自我、超我之分，普通人状态都还分工作与日常，何况明星？明星有人设正常，本身无可厚非，也很难说斜杆名流就不算是人设，尽管他是经由事实导推演的。其实，王一博粉丝比谁都清楚，有幸在娱乐圈遇见他，就像奥菲尼亚遇见潘神的迷宫，杰克遇见佩小姐的奇幻城堡。比起寻常偶像为粉丝造梦的甜腻软糯，它更像是一部温情的哥特式童话，不媚粉，也不媚世，清醒而透彻，真实而奇幻。见过无数明星人设翻车，唯有王一博面对360度无死角的舆论8倍镜，哪怕被其奇怪怪热搜围堵也没有失真感，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大于完美的力量吧。当然，谁不爱人间香奈儿呢？如果说精致妆容和高定礼服包裹的通常是惊艳皮囊，诠释着世俗定义的成功、人气、名望与金钱，而王一博恰恰相反，他能让人忽略用标签表达的价值感和用妆造拿捏的身份感，让你避不开他鲜活生动的灵魂。时尚不是款式、剪裁与布料，不是 logo、价格与高定，甚至也不是风格、潮流与艺术。时尚是时尚，是我就是时尚的自我诠释。是一块破布披在肩上也是大氅，是一根树枝拿在手里也是权杖。它是你存在的姿态、思想的范式和表达的方式。无论简简单单老头乐格子衬衫，还是完美塑形绅士战甲3件套，都是独一无二的王一博。因为别人衣穿人，他永远人穿衣。所谓人穿衣，并不是说用某种私人化方式改造或遮蔽服装之美，而是他永远掌控着时尚内核。时尚是我就是时尚。王阳明先生说心外无物，现代心理学也告诉我们，真正令人屈服的不是外部压力与环境诱因，而是自我审判的内耗。真正令人立于不败之地的，不是优越的天赋和他人认同，而是成长的内驱力。无论是人是否 pick 王一博，他都活出最美的自己。都说相由心生，为什么王一博眉眼越来越舒展？因为一个人的表情里有近来的心境，一个人的眉宇间含过往的岁月。
现在的容貌是真正绵善沉稳的她，就像 YIBO Official 说的那样，跟随 LUNIQ 王一博步入影像之境，从容走向另一个我。夏天来了，人鱼还会远吗？没错，博尔赫斯要开新服了。6月11日，程耳出席2023博纳影业新片发布会，他说6月某天我在东京，刚好带着你说的那个演员王一博，虽然没剧本，但我也带着他看看场所，吃烤串。夏天注定是电影人王一博的 Showtime， 即将上映的热烈，还没有剧本的人鱼，想爱就爱，想跳就跳，真好。有些事不必准备好了再开始。